谢谢 Dr. NCN 这么详细的解说，我们现在差不多了解 ESG 的重要性了。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矿物油，没有使用过植物油诶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植物油，什么是矿物油呢？对啊，我们也不了解这两种油的差别，继续使用矿物油难道不好吗？好了，大家先别急，我先来说说植物油跟矿物油是如何生产的。想必大家对植物油不陌生吧？它跟生活中常见的菜籽油、大豆油是有关联的，只不过工业用植物油的开采方式不太一样。工业用植物油的开采过程通常分为原料准备、破碎、溶剂提取、过滤、脱溶剂、提纯、包装与储存。经过以上几个步骤流程后，即可获得既健康又环保的植物油咯。接着来说说矿物油的生产过程吧。要取得矿物油，我们必须寻找存在地底下的石油燃料，之后再进一步钻探，然后是开采，最后再利用货船和火车运往加工厂进行提炼。这样取得矿物油的过程，不但耗费许多资源成本，也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，主要有空气污染、水源污染、土壤污染，还有生态破坏。在无形中，矿物油也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造成了影响。如果长期暴露在矿物油污染物中，矿物油会释放出一氧化碳、悬浮微粒、硫氧化物、多环芳香烃。如果长期将这些暴露在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吸入体内，可能会引发许多疾病，例如呼吸系统疾病、皮肤疾病、内脏器官损伤以及神经系统受损等等健康问题。原来使用矿物油的后果这么严重，可是我没有使用过植物油，它真的可以取代矿物油吗？当然可以。身为 Dr. NCN， 我推荐您使用每颗植物性切削液来取代矿物油。它不论对环境还是人体都非常友善，在加工润滑性和效益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好。听起来很不错耶，它还有其他优点吗？有的，就让我一个个告诉给大家。使用每颗植物性切削液可以减少油烟油雾以及废水的产生，改善厂内的作业环境以及人员的身体健康，还可以降低人力成本，提升产能，还有增加机台、刀具和油品的寿命。除此之外，它也好管理、好维护也好清理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解决您有关厂内 ESG 的问题。真的吗？怎么解决？这要讲到矿物油与植物油在 ESG 上会遇到的问题和影响。使用矿物油加工会面临环境风险、资源消耗、社会压力和政府规范等重重阻碍。像是法国在2020年开始针对矿物油进行管制规范，以此打压资源的浪费，还有促进循环经济。另一方面，植物油属于可再生能源、工业替代品，透过使用植物油转型至更环保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，工厂可以降低对环境的影响，提高 ESG 绩效，并且符合越来越高的社会期望。哇，你能使用每颗的植物性切削液？很高兴您选择每颗，感谢各位耐心聆听。下次我会带大家到工厂介绍如何维护切削液，希望大家都能持续往自然保护、永续经营的方向前进。我是 Dr. NCN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I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. MCM Super.